滚开，要不然弄死你！小子，碰到我算你倒霉，替我挡一刀。这个纹身怎么这么眼熟？说，10年前是不是你们杀了京城陈氏一家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吉天玄黄阵？陈家，陈子昂，是你。落到我手里，你是逃不掉的。不想死，就带我去你们老巢。该死！有意思，你竟然认识杀手？你是谁？他们为什么杀你？怎么找到他们？我说他们杀我是为了夺长生秘诀，你信吗？耍我是吧？杀手要是告诉我他们是谁，还能叫杀手吗？动动脑子好不好？哎呀，就你叫陈子昂是吧？你身手挺不错的，要不然当我保镖吧？多少钱？你尽管提。神经病！喂，我会再去找你的。喂，妈。你死哪儿去了？赶紧给我回来！我在医馆等你。妈，赶紧给我签了，别耽误小雅。妈，这是您的意思还是安雅的意思？别叫我妈，你不配。你一个小医生，根本高攀不起我们墨家。小雅的公司急需一笔8000万的投资，刘少已经答应跟小雅在一起了，你赶紧给我签了。难道现在离婚都不用本人出面了吗？我爱了他5年，我帮你们墨家从一无所有做到家财万贯，现在墨家企业做起来了，就想要一脚踢开我。让他亲自来跟我说。莫雅，你也希望我签吗？签吧，我们2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8000万，你10辈子都挣不了，签了对我们大家都好。爱情也能用金钱买吗？爱情有个屁用！我们墨家好不容易有个更上一层楼的机会，你可别耽误了小雅。就你这癞蛤蟆，还想赖着我们家？你撒泼要照照自己长什么样！莫雅，你事事都要听你妈的吗？难道就不能自己做回主吗？小雅，我把你含辛茹苦养这么大，你可不能听她的呀！你要是不签，你就别认我这个妈。无论何时，墨家最重要。别墅给你，我们散了吧。你的一切我都不想要，就当我们从来都不认识。你就是陈子昂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你是谁？我妈是江海英，她特地让我来的。你就是她口中所说的陈大师。江海英，你就是江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哎，幸会幸会。你妈就是这么让你来请我的。你们可以不治，你爷爷撑不过今晚。哎，恭请陈大师屈尊前往江家，请。就当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只要他露馅，给我往死里打。看看看看，这就是你找的好老公，这骗人都骗到江家头上了，这去江家还不知道怎样往死里打呢。哎呦，陈大师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这3年不见，你呀还是风采依旧。哎呀，我家老爷子这病呀，还求你给医治。3年前我就说过，他活不过今年。当时你不信，怎么现在又信了？信，必须信，请您呀全力以赴，我们江家呀必有厚报。他们是谁？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国内顶尖的肿瘤医生孔医生。江先生，我正在给江老爷子做化疗，不能被闲杂人等打扰，请他出去。就你这种疗法，只会把人往死了治。哼，小小年纪就这么会骗人，医生做不好是会治死人的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妈，
我就不应该听你的话，把这个骗子叫过来。他要是能治好爷爷，我给他跪下叫爹。孔医生，不好了，病人心脏停跳了，快来看看。救不活了，准备后事吧。病人还有救，就是你们救不活而已。陈子啊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到底对我爷爷做了什么？放肆！陈大师，您急成这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着急，等没戏了再说。妈，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？你就这么信他？你不救爷爷，我救！孔神医，你快救救我爷爷吧！只要能救活我爷爷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完了，彻底没有呼吸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的治疗方式，就算给你说你也不懂。陈子啊，你还敢动我爷爷？我要打死你！这是吉天雄黄针。孔医生，这是什么针法？传说这吉天雄黄针可以改阴阳、逆生死，甚至可以得长生。可这都是已经失传已久的绝技了呀！我只是在古籍里看到过只言片语，他一个小年轻怎么会啊？对，吐出来的是鲜血，想来血管静脉已通，肿瘤病灶已除，江老爷估计要醒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给我醒！爸，你终于醒了。多谢小神医出手相救，无以为报。日后我好了，定有重谢。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还不放下！爷爷醒了，妈，我跪下！陈大师，我错了，感谢你救了我爷爷，刚才多加无礼，请你责罚。陈大师，犬子也是为了长辈考虑，你怎么？你在教我做事？陈大师，多谢陈大师了。念念还是个孝子贤孙，以后好自为之。安放把这些药抓好。好。陈大师的救命之恩，我们无以回报。这是一张5000万的诊金，还请您收下。诊金就不必了，但你们江家要在临海生建帮我创建一个商业公司，我让它成为江南第1大集团。我们江家一定全力以赴。哎，妈，听说陈大师的妻子莫安雅正在竞标咱们江家的项目，你赶紧去办了。可是莫安雅上午刚和陈大师离完婚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怎么才说呢？还不去办了？妈，那到底办了还是不办了？记住，一定要做人上人。刘少愿意把江家8000万项目给你，这是墨家发展的最好机会，一定要把握住哦。这次一定要听我的啊！快，来，进来。哎，刘少真是日理万机，您这一生病啊，小雅可心疼了，马上就来看您了。难道不是因为8000万的项目呀？只要项目能成，我一定厚报。哎呀，病了这么多天，浑身有点疼啊。来，揉揉。哎，对，
对，揉揉揉揉，活血化瘀，好得快。哎，刘少，你哪儿疼啊？肩膀有点疼。来，快，小雅。舒服。哎呦，这儿也疼，揉一下。小雅，我喜欢了你那么多年，那个废物凭什么娶你啊？你现在都这么困难了，还想着他？爸，不好了！刚刚江家放出消息，我们墨家被取消了竞标资格，这怎么办呀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程子昂被江家抓走了。江家之所以这么做，全是因为他。这下完了，刘少，你一定要救救墨家呀！我们跟江家是资深合作伙伴，一个项目我们刘家还是说得上话的。不过，凭什么帮你们？小雅听我的，我替小雅做主了。小雅答应的，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妈，莫安雅，没了这个项目，公司资金链就要断了。好日子才过了几天，你就长脾气了呀！你要是不答应，就别让我这个妈。好，只要项目能成功，我可以嫁给你。哎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就这个脾气，他既然答应的，就一定能做得到。刘少，我再给你揉揉腿。免了，找个机会我约江少出来见一面，帮你们墨家说说好话，到时候别给我丢人。不打了，我认输。不就是试探一下你吗？要不是老娘闪得快，我就被你毁容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你这样，肯定没有女朋友。有话快说，不说赶紧走。我叫花倾城，京城人。我知道啊，杀手他们挺怕你的针法的。不如这样，我负责呀把他们引出来，你负责保护我的安全，怎么样？等他们杀了你，自然就会来找我。我凭什么帮你？我知道杀手在哪儿，这算不算条件？在哪儿？明天的江家慈善拍卖会。江家要开拍卖会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临海江家岂是你这一介小小医生能知道的？他们家老爷子呀重病初愈，做点慈善积点德。跟着姐，明天带你开开眼界。你知不知道江家老爷子是我治好的呀？你还敢来？哎，你怎么没被江家打死？哼，还来连我们墨家？你就是程子昂。小雅怎么嫁给了你这么一个废物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得罪了江家，所以想来这找找机会弥补一下过错。哼，真是异想天开啊！我做事还轮不到你们来管。你不该来。小雅，现在你还替这个废物说话，就不怕我气头呀？哎，刘少，我姐不是这个意思，您别生气。我刚从厕所回来就能碰见这些事儿，看来你的人缘也不是特别好嘛。那女的谁啊？我前妻，刚离婚。啊，你干什么？走啊，去亲亲她。似乎需要请帖。我花倾城到任何地方还从来没有要过请帖，我看谁敢拦我。杀手的信息到底该怎么查？拍卖品里有他们的东西，你拍下来，交接的时候就可能能见到他们。不过他们也有可能不会露面。试试看。姐，你跟刘少道个歉呀！你怎么还跟陈子昂那个垃圾说话？行，我下回注意。刘少，什么时候帮我们引荐一下江少？我就当你道歉了，不着急，我倒要看看程子昂那个废物呀，到底有多大能耐。哎，刘少，要不我去揍他一顿，让他当众出出丑。在这儿捣乱，你还嫌得罪江家不够是吗？那就这么放过那个废物啦？他来呀，无非就是想拍拍物件，认认错，讨好江家。你说他能有多少钱？对呀，哎，只要让他拍不到那个东西，都不用我们出手，江家自然会找他麻烦。哎呀，刘少，你这招真是高啊！小雅，一会儿我就让你看看，你之前选择的男人到底有多垃圾。
感谢大家来参加江氏集团的慈善拍卖会。我们今天所有的拍卖品均为好友赞助。第一件物品，羊脂白玉，起拍价1万。切，就这么一块破玉也好意思拿出来拍，江家真小气，谁拍谁是傻子。这江家就算拿出来一块擦脚布，今天也得有人拍，这就是权势。你们墨家不想要啊？就是这件，这其实是长生玉，里面听说记载了古武功法，杀手组织解不开，用来钓鱼的。用来钓你的吧？你不花钱的东西。第一件大家都不会感兴趣，趁着价钱低赶紧拍。2万，10万。刘哥，你疯了？就这么一块破玉，值这么多钱？你以为这钱是给这玉出的？你不出钱，谁认识你是哪根葱啊？你们看陈子昂都嫁了，他肯定想着这第一件价格低。别废话，给我使劲！15万第一次，15万第二次，还有没有人加价？不加了呀，这多不好玩呀！陈子昂，一块玉你都拍不下来，真是个废物呀！你在这只会拉低我们所有人的档次，赶紧滚出去！看来有人不想让你拿到这块玉，你跟不跟？没有人能阻挡我报仇。50万，刘少，50万不少了，够了吧？你比陈子昂还废物，你没看他已经上钩了吗？500万，陈子昂，有本事继续加呀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我放弃了。你他妈的陈子昂，你赢我！你有什么证据？500万第一次，500万第二次，500万第三次。恭喜刘少，这块羊脂玉啊是你的了。这钱墨家给出。凭什么？我们可没喊。别忘了，我是在帮你嘛。不出可以，我走。这项目你们也别想拿了。莫安呀，你觉得呢？我出。还劳烦乡上亲自送过来，多不好意思呀。这块玉啊是陈先生先看的，我想把这块玉啊送给陈先生。刘少，您没意见？没意见。凭什么？这玉是我们墨家出的钱，凭什么送给他？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没规矩！就凭你们墨家还想跟我们合作，痴心妄想！给我出去！刘哥，墨家不能没有这个项目呀！您再想想办法。小亚，如果你今天赔我1万，我就把这个项目给你们墨家，如何？那。对了，这块玉的主人在哪？主人好像是有人匿名寄过来的，可能是我爷爷以前的好友吧，所以我才安排拍卖的。他们果然不会露面，这条线索这样就断了。别着急，他们肯定会派人在现场观察的。小亚，我订了全市最好的酒店，换好衣服赶紧过来啊！哟，是你啊！你这种废物也配在这个地方？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你真以为认识江家就无法无天了是吧？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你就是墨家赶出来的一个垃圾而已。你来这地方，不会是来偷东西的吧？不可理喻！你不能走！你个小偷好大的胆子呀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来偷东西，我要报警把你给抓了。你以为这样就能对付？哦，也对啊，把你抓进去几天，没几天又放出来了。这样，我跟记者打电话曝光一下，
让整个临海都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小偷，让你身败名裂。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真是笑话！我从来不做后悔的事儿。喂，张记者，你快过来，我这儿抓住一个小偷，赶紧过来曝光他。跟我斗，你还太嫩了。我要让你成为过街老鼠，更要让小雅知道这件事儿，让她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让她彻底对你死心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从这个房间出来，肯定是偷了客人的东西。把门给我打开，我要检查。你确定？是你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他妈敢对不起我爸？我们就是谈点生意，你别多想啊。美玲，跟他废什么话？刘家老头趁我出国抢了你，现在我已经回来了，马上跟他爸离婚，我养你。你他妈谁呀？进了我刘家的门，死也得死在刘家。呸！我才不要跟你妈一样的，你们刘家都是混蛋！你他妈的贱人！当年要不是我爸娶了你，你们一家早被放缸里的砍死了，还他妈敢出来偷人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懂个试试！你干嘛？给我下了！你不是要曝光我吗？等会儿记者来了，我要给他素材。这位兄弟，我爸是济世堂副院长，我是他儿子林敬仁。这样吧，给我个面子，你把视频删了，以后你来济世堂看病，一律免费。济世堂是吧？老子记住你了。还有你陈总，你他妈删不删？先管好你自己的家事吧。不去你！我不动你，不代表我怕你。以后在我面前小心点，否则你懂的。哎呀！竟然，咱们也走吧，我看这姓刘的就恶心。操你妈狗男女！我他妈弄死你！现在可以说说他们为什么追杀你了吗？你父母没跟你说过吗？说过什么？也是，你父母去的太早了。京城呢有4大古武世家，花、旗、梁、陈各掌握一门绝技，传说合在一起修炼就能得永生。杀手组织叫长生会，已经灭了旗、梁、陈3家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没有拿到吉天玄黄针和我们花家的古武穴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花家的灵玉，只有我会开启的口诀。他们拿到了玉却得不到口诀，当然只能引我出来了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杀手老大？我就是，要不然我们一起长生呀。屁的长生，我对女人没兴趣，我去排饭。你早知道老娘的体质练不了武功，装什么装？还没有老娘勾引不了的男人。对了，等我回来别乱走，上次杀手没抓到你，可能就在门外等着你。你晚上真要去陪刘少吗？反正你姐以后要嫁过去，晚上陪陪刘少又怎么了？可是今天江少说了，那个项目不可能给他们墨家，白花了500万，东西还被陈子昂那个垃圾给拿走了。什么500万？什么东西？刘少跟陈子昂打赌，拍了一块玉，让咱们墨家掏的钱，最后江少还把这块玉给了陈子昂。他凭什么让咱们掏钱？哎，不是，你说陈子昂跟江少是朋友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江少对陈子昂特别恭敬，难道他俩是朋友？你管他是不是朋友呢？小雅，你晚上就去找陈子昂，叫他帮你解决项目的事情。姐得去陪刘哥。陪个屁呀！要是陈子昂跟江少是朋友，还要刘琦干什么？天天打我女儿的主意，就他的长相，给我们墨家提鞋都不够。我没脸去找他。是你脸重要呀，还是墨家重要呀？你不去，我去。喂，你搞什么鬼？我的玉呢？你骗我，想偷跑？我又不是你的囚犯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师傅，滨江公园。好嘞。喂，靠！你耍我！子航呀，
你们俩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认识江少？你俩是不是朋友？认识。太好了，只要江家点头，那8000万项目就是小雅的了，墨家公司有救了。我认不认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和莫雅已经离婚了呀。哎呀，当初妈呀把你赶出墨家，都是为了帮你，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你的潜力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把你当成半个亲儿子了。只要你肯帮忙，我会劝小雅跟你复婚的。哼，不需要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赶紧出去。陈总，我妈已经开口求你了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这忙你必须得帮。我妈已经开口求你了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这忙你必须得帮。要我帮忙，就凭你。哼，整个墨家都听我妈的，我妈听我的。陈总，我是看你有用我才来找你的。我就知道你还爱着小雅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追到拍卖会的会场啊。你要是不把江家的项目给我们墨家，我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小雅。胡搅蛮缠，不可理喻。莫雅就是这么让你们来求我的。求你？哼，你还想不想跟我姐复婚了？啊，赶紧给江少打电话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走了。陈子昂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杀我！旧化工厂不是滨江花园吗？华清澈，你是故意的！哎，你还没说帮不帮呢！起开，别等我救人！哎，不能走啊！清澈小姐，你只能跑呀！识相的赶紧把秘诀说出来，我可以给你一个诠释。我早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，你杀不了我。没见我已经叫人了吗？他可是神医哦。你找到陈家的人了，抓住你，我正好去邀功。哎，生气了呀？我要不这样做，杀手能出来吗？难道要死等着吗？那你也可以提前告诉我，而不是自作主张偷偷跑出来。我赶不到怎么办？担心吧。以后你爱怎么办怎么办，我管不着。我有办法审他。告诉我你们的老巢在哪儿，我饶你一条性命。你杀了我，我死也不会说的。你这样也太嫩了吧！来，这些都不管用。你杀了我吧，我死也不会说。你要是不讲的话，我先拿刀呢把你的皮给你掀开，然后呀再拿这个针灸全身给你扎一遍，最后再往酒精往你身上一淋，绝对爽。要不要试试？我说，不过有条件。怎么？你想拖延时间？我说，你要将我家人送到国外，并且保证他们的安全。你是花家大小姐，我相信你也有这个能力。可以。我要你再给我转1000万。你怎么还得寸进尺啊？肯定是老大来了，别让老大发现我，你杀了我吧。你来做什么？要是连你都不帮我的话，公司就真的要破产了。毕竟是我们的心血。是你的，我没做什么。毕竟我们曾经爱过，所以我会给江家那边说的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你真的认识江少？为什么以前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？你要离婚的时候，你没跟我说呀。你要是想复婚的话，我们可以明天就去。亲爱的，谁来了呀？怎么也不请人进来坐坐？哎呀，你们都住一起了。你怎么进我的卧室，还穿成这样？我不这样，他能走吗？他招了。你猜那个杀手老大在哪儿？他们老大就隐藏在临海最有名的济世堂中医医馆内，但是具体是谁，他也不知道。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？是林医生吗？刚给您打过电话，我是来应聘医生啊。是你？你还敢来？上次是你们教训我，把视频给我，快让开，让开，快让开！给我拿个针来，快！住手！
你这针扎下去，他立马就会血崩而亡。谁啊？谁把他放进来的？赵医生，对不起，我这里把他赶出去，你赶紧给我出去，否则对你不客气。出去！你不扎他还能缓过来，扎下去就完了。庸医，别害人！要帝后的小子，今天我就替你师傅好好教教你什么是中医。哼！赵主任，您的医术真是越来越高明了。小意思，不足挂齿。啊，这年轻人，请你帮帮我吧，帮帮他吧。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。是我学艺不精，有眼不识泰山。病人生命垂危，还请神医出手相救吧。你让我救我就救吧，我不要面子。小子，你别得寸进尺，我们赵主任亲自求你，算给足了你面子，别得理不饶人啊！小神医，请你出手相救吧，要不然病人真的就要死了。再等等吧，等心脏不跳了再救不迟。小神医，你这是在开玩笑啊？时间刚好，正好行针。我看见了什么？这是梅花换天针，这是失传多年的绝技啊！我的天啊！什么失传绝技？主任，他骗人的吧？绝对是。哎呀，小神医绝对不能放走，把他必须放到咱们医院。主任，他不能留啊！留下他，您的位置就不保了。主任，醒了！你可真是神医啊！让开，别挡道。主任，您看到了吧？他殴打病人，我们这还有监控，我们有证据的，我都要告你。多谢大夫，我好多了。你谢错人了，该谢的该是我们赵主任。年轻人，别再给我们医馆丢人了。神医医术举世无双，我赵宽心服口服，就请你收我为徒吧。收你为徒就算了，你以后医死人的时候，难道还要怪我吗？我一定谨记今日的教诲，以后绝对不会鲁莽给病人医治了，还请你收下我吧。赵宽，就算治不好人，你也不用这样。为了不彰显你的无能，你就这么求他？我爸还让我跟你学习，真是丢我们医院的脸。年轻人，从今日起，你给我们医院做保洁，哪一天小神医原谅你了，你再恢复原职。赵宽，我劝你最好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我爸可是这个医院的副院长。要是你有个好爹，你也不会站在这儿跟我说话。先找个好医生治治病吧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能看着呢，我能做什么？你给我等着，我饶不了你。糟糕，救人心切，怎么用出了梅花换天针？万一被杀手知道了，岂不是要打草惊蛇？师傅，你来做我们医馆的科室主任吧，年薪100万。我还没答应你呢。你们医生有多少人？不多，100多个。管这么多人太累了，我这人比较懒，当个医生就好了。对了，今天的针法不要外传，我不想引起误会。是，只能尽快查了。吴总，恭喜您获得中标此次项目，标的8000万，请您明天上午到江氏集团总部进行签约。怎么样？陈子昂同意帮忙了吗？已经帮完了，明天下午签约。我早就说过了，陈子昂一定有出息的。明天晚上你把他请家里来吃顿饭，只要我开口，他肯定屁颠屁颠的同意跟你复婚的。我不去。我去。你不能去。你不是还嫌我不够丢人吗？以后陈子昂怎么看我？他当然是把你当老婆看了呀。虽然你们现在离了婚，但是你还不是为了他激励他，他应该感谢你才对呀。昨天去见他，已经弄得有些不高兴了。哎，男人嘛，哄哄就好了。昨天呀，你就应该住在那里，别回来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他回心转意的速度才能快呀。
你们爱怎么折腾是你们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妈，这姐好像不太高兴。不用管他，这次就靠你了。我看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让陈子昂晚上来咱家一趟啊！这个没问题，不过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让陈子昂重新喜欢上我姐。说的也是，他从哪儿找来那么一个狐狸精？是不是故意气我们呀？怪不得你姐那么生气，得想办法把他赶走。这个交给我，凭我这个墨家大少爷，什么女人我追不上？我现在就去。墨家大少爷，什么女人我追不上？我现在就去。小姐你好，你真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。哦，是吗？当然是，这些花代表我的心，请你务必收下。谢谢。不过我叫花倾城，不叫小姐。倾城小姐，我能邀请您吃个晚饭吗？位子已经订好了，就在临海最好的饭店。你是想追我吗？想，从看到你第一眼起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要是能跟你在一起，就是少活30年我也愿意。别想了，我已经是你姐夫的女人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我姐夫，是我姐的男人，你们怎么能在一起？我们都已经住在一起了，而且他们也离婚了，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？小弟弟，快回去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夫，你怎么能喜欢别的女人？你敢出轨？我可当不起你姐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和你姐已经离婚了，我做什么和你们没有关系。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我可是做好了饭，在家等你回来呢。堂堂花家大小姐，别总说和男人在一起，传出去会被人笑话的。你只是暂时住在我这儿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人碰过我，你是第一个碰我的男人，你就得对我负责。你可别乱说，我可从来没有碰过你。昨天晚上在野地，你都抱过我。我去，野地玩的挺开放啊！我那是为了救你。算了，爱怎么说怎么说吧。看来他心里还是有我姐的，要不然他给我解释什么？姐夫，我妈叫你晚上回家吃饭。不去，松手。你赶紧走。哎，我说错了，姐夫，其实是我姐病了，特别严重。听说你会治病，我才来找你的。我去看莫安雅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还有你刚来干什么？我就想知道这个墨家有多厉害，能把你这个女婿扫地出门，所以我就跟来看看喽。姐夫，你别乱想，我姐跟你离婚是为了激励你。你看，你一离开墨家就认识了江少，哎，身价起来了，所以你现在配得上我姐了，你得感谢我们。哼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家族。陈子昂，我总算知道你这5年过的什么日子了。来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车快给我介绍一下。是你？你们认识？你这么容易就被刘家赶出来了，看来还得感谢我帮了你。他们不想视频曝光，怕影响到他们的声誉。我呸！是不是你将林先生打成那样的？你偷窥我们就算了，你还打人，真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你啊？偷窥这么劲爆，陈子昂，你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？我不想看见你。没看见这里是顶级 4S 店吗？你们这群乡巴佬，赶紧走！你才是乡巴佬，你一个小小的服务员看清楚了，我可是墨家的少爷。墨家听都没听过，想在这儿啊？好啊，本店呢只接待会员，请出示你们的会员卡。没有啊？那本店入门级的会员卡首充50万送5万，你们谁办？50万？抢钱了你！办不起就滚，省得在这儿碍眼。还墨家呢，一个两个的都是废物，只会靠女人吃饭。走吧，人家不欢迎咱，没必要死赖在这儿。哎，我看中的男人怎么能让人拒绝呢？看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顶级会员卡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也是你能问的。我记得有这张卡的人，你们得无条件满足我的要求吧？给我跪下服务！怎么，不愿意吗？别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不尊重人。哟，现在给我讲道德了。我还是喜欢你刚刚那副桀骜不驯要赶我走的样子。不跪是吗？你舍得丢掉这份工作吗？
整个 4S 店将再也没有你的工作了。各位先生小姐，里面请，我将全程为你们服务。女士，您刚刚看的那台车是750万，再加上顶级配饰，一共800万。刷卡。小姐，您的卡额度不够，您看。这么好，我可不要。那就送给墨家2少爷吧，他正好喜欢。还有啊，这些卡够不够？是。我就是要让前妻看看什么才叫丑男人。带路。妈，你在这干嘛呀？当然是等陈子昂了。你弟说了，他们马上就到。哎，对，一会儿你要装病，最好呀把陈子昂带到你的卧室去看看，发生点什么啊？哎呀，我的好女婿，你可算来了！哎呀，我们家小雅刚才还在念叨你呢。夫妻之间啊，哪有隔夜的仇嘛？一会儿你们好好聊聊。哎呦，这是又换好车了。妈，姐夫这辆车是800万，下午我刚跟他去4S店提的。有钱也不知道孝顺妈，妈早就看上一套首饰，也真舍不得买。你们好呀，他是谁？你们怎么把他带回来了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是陈子昂的朋友，我叫花倾城。今天呢，很感谢你们邀请我们共进晚餐，怎么不欢迎吗？陈子昂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这就走。来了就吃饭吧，菜都做好了，请进。妈，别生气，陈子昂故意带个女的来，是气我姐的。不过他一听我姐生病，立马就过来了，说明他心里还是有我姐的。那就好，走，我倒要看看这女人是什么货色。这位小姐，我在临海怎么没见过你？新来的吧？一直住在一个男人家里，传出去可不大好听哦。所以我决定要嫁给他。像他这么好的男人，我可不想错过。不像某个人有眼无珠。陈子昂是我家女婿，进了我们墨家，死也要死在我们墨家。你还没有资格跟他交往。小小墨家，我还真不放在眼里。信不信把我惹急了，我让你们破产啊！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吵架的。你不是病了？给我看看。我没病，让你失望。你病啊，相思病。可这2天你瘦的，陈子昂，你还不哄哄你老婆？莫阿雅，你觉得你之前那么对我，我们还有必要接触吗？公司的事情多亏你帮忙，这个人情我一定会还上。至于其他的，是我配不上你，对不起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咱们墨家有多少人挤破了头想娶你，你不就是等着和他复婚吗？就是，认识江家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现在项目已经签了，哼，这婚不是你想复就能复的，赶紧给我姐道歉，要不然以后你别想进我家门。江少，有事儿？陈大师，鼎盛集团已经成立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看看？鼎盛集团那个新成立的临海最大的集团公司，最近正在招标一个10亿的大项目。好女婿，你要去里面上班？没有关系，喝完这杯酒，我和墨家从此再无关系。我们走。你不能走呀！鼎盛的项目，你再帮帮小雅呀！墨氏集团有了这10个亿啊，就可以启动上市计划。小雅，你快求求你老公呀！就你吧，不配，让开！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求下他能死呀！妈，我不想在他面前连自尊都没有。公司没了这个项目，只是发展缓慢而已。你的自尊跟那10个亿相比，算个屁呀！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？你可真能忍！墨家狠心将你赶走，现在又装模作样的讨好你，脸皮真厚。以前是我太天真了，以后我让他们后悔的。小涛，上一次没弄死你算你走运，等着吧。
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找什么？砖头。这哪有砖头啊？找砖头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做人不能太保守，有什么事儿当场就得报。你想干什么？啊！你他妈个打我，知道我谁吗？是吧？很爽的。你不是心情不好吗？也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坏人就是用来欺负的，能让你讨厌的人心情变得更差，你的心情就会变好。试试。试试。你干嘛？混蛋！贱人！他妈敢打我，我报警！左维啊，这里没监控。你为什么救我呀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以为我是想要你们陈家的真法吗？你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啊。陈子昂，你个笨蛋，大傻瓜！我用自己家的武学都保护不了自己，我学你的有什么用啊？你被杀手追杀？我说我是专程来找你的，你信吗？才几年的时间，你竟然就把我给忘了，到现在都没有认出我。我们好像不认识啊。小时候落了水，有人救了我，结果还占了我的便宜。我发誓一定要找他算账，结果他却躲了起来，跟其他女人结婚了。你觉得那个人是谁啊？小时候呀，这么小的事我早都忘了。快走吧，一会儿赶不上公交车了。哎，陈子昂，我这辈子跟定你了，你休想甩掉我！老板，鼎盛集团突然发力，在临海市抢夺市场和资源，已经有100多家企业濒临破产和倒闭了，我们墨家也在其中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江家不是刚刚跟我们签了合作项目的合同吗？他们抢了咱们墨家的市场，相当于吞并了咱们，项目的钱没有外流。江家、鼎盛集团哪一个咱墨家都惹不起啊！不管资源还是市场，都抢不过他们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拿下鼎盛的10亿大项目，跟他们建立合作关系，才能避免被吞并。哎，对了，那个陈子昂不是在鼎盛集团吗？咱们可以让他帮咱们呀。什么陈子昂？那是你姐夫，他帮我们墨家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小雅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让陈子昂帮你拿下鼎盛集团10个亿的项目。下午3点就是招标会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准备啊！记住，无论任何手段，包括你的身体。小雅，你怎么来了？没听说你们墨家获得了项目招商资格。刘少，我们墨家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小雅，你最近这段时间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？我要是哪里做的不好，你给我说，我改啊。刘少，你想多了，我们连朋友都算不上，你这样会让别人说闲话的。闲话？你身上的闲话还少吗？为了钱抛弃前夫，为了项目到处勾搭男人，怎么敢做不敢让别人说？你什么意思？上次要不是我在江山面前说你们好话，你以为你能拿到江家的项目？怎么，项目签约了，我很拆墙了？你帮我们拿到的？不然你以为是谁啊？鼎盛集团这一次横扫整个临海商界，你们墨家撑不下去的，迟早要完蛋。除了我，没人能帮你。你要是跟了我呀，我保证你们墨家平步青云。请你自重。你个贱人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老子低三下四跟你说话，真以为能骑在我头上撒尿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接近我们就是为了抢占我们墨氏集团。说话要讲证据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你安排在我公司的人，我已经将他们都开除了。如果你想竞争，我希望你光明正大，不要再做这种卑鄙的事情。我卑鄙？行，一会儿我就告诉江少，让他撤掉你们墨家的项目，让你们死得更快一点，到时候别来求。刘少，你现在简直就是一个小丑。江少之所以给我们项目，完全是因为陈子昂，你竟然把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，你可真是不要脸。陈子昂那个废物有这么大本事吗？当我傻呀？陈子昂如果是废物，你连个废物都不如。如果不是有刘家帮你撑腰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他妈的敢在鼎盛集团闹事儿，你不想活了？陈总，为了扩大鼎盛的影响力，我做了很多抢占市场和资源的战略。
不少公司都受到影响。商业竞争，这很正常。莫氏集团也受到牵连，以他们的实力，估计撑不了半个月就会破产，而且会背上巨额债。我不是有意的呀。这件事不怪你。那要不要帮帮他们？鼎盛集团10个亿的项目，我们已经定了。我宣布，莫安雅、莫小姐公司中标。什么？莫氏集团公司实力这么弱，根本做不好这么大的项目了。你为什么选他们？我们刘家不服，您必须得给我们合理的解释。解释？哎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给你解释？想跟我们鼎盛集团合作的人多的是，没有你们刘家，还有张家、王家、李家。我看见你就烦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给我过来！你什么时候勾搭了江少啊？怪不得今天穿成这个样子。乖乖把这个项目承包给我们刘家，要不然我有1万种方法整死你。这就像一条疯狗。我们跟鼎盛签项目，完全是受法律保护，不是你想抢就能抢的。你还真是傻得可爱啊！就你们墨家有这个能力做10亿的项目吗？我找人断了你们的供应链，抢了你们客户资源，再联合各大商场下架你们的产品，你们还能做什么？刘琦，你真以为我们墨家好欺负吗？这也叫欺负你啊？信不信我叫人堵你们公司啊，砸你们公司招牌，偷梁换柱，制造安全事故，诬陷你们公司产品质量？小门小户没有靠山，拿什么跟我们刘家争？刘琦，你弄疼我了！酒店老子都开好了，你竟敢爽约？不过现在去也不迟，公事私事一起办，老子今天吃定你了。走。光天化日，刘少东可能是女人，真给刘家长脸啊！不想要墨家公司了呀？如果我告诉你妈，你猜她会不会把你直接送到我床上？你给我过来！走，我想让我帮你，你可以直说。墨家一定会把鼎盛的项目做好，不会给你们丢脸的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莫安雅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我们之间的情分到此为止。想学人家做保护伞啊？程子昂，你个瘪三儿有那本事吗？你护不了墨家，我说的。墨家要是有经营困难，我就让江家断了和刘家的合作，并且让鼎盛所有合作伙伴全部抵制刘家。江少就在上面，要不要叫他下来说一说？给我等着。帝尊酒吧，快来，不然你肯定后悔。喂，看，又耍什么花样？哟，你怎么把他也带上了？真扫兴。今天是我生日，礼物呢？你生日，我不知道呀。我就知道。那陪我喝一杯总可以吧？子昂他不能喝酒。他怎么样？你管着吗？我是不能喝酒，做女生喝酒会影响手速和稳定性的。连我生日都不陪我喝酒，那咱们俩的合作关系终止吧。你要真想喝酒，来，我跟你喝。陈子昂，你还让你前妻帮你挡酒，你们俩不是没关系了吗？清照，生日快乐！96度的伏特加都能干，这不挺能喝的吗？快，不要躺下！不是挺能喝的吗？这么废啊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，赶紧出去！美女，你走错地方了吗？需要帮忙吗？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
你们俩认识？集食堂的一章被我打过。你还真是随身附体，喝点酒都能遇到死对头。怎么想在美女面前出头，结果喝成这个熊样，还他妈神医，也就骗了赵宽那个大傻子。你的嘴还是一如既往的臭呀！想修理我，收拾你还不成问题。岂不是让你失望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一边去！你别动，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女人来？男人喝多了都一样，逞强吧你就。你怎么晃得像个二傻子似的？你他妈！王八蛋，你找死！老子今天干死你！你动他一下试试。贱人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滚一边去，要不然一块。别让我再看见你，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其实我平时不喜欢打架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们回去吧。那他要报警怎么办？我就说他想非礼我，你可以给我做证人吗？这个方法不错。可是，你是怎么进入男卫生间的？我说他把我拖进去。哎，要不还是找人来看看他吧。自己摔得挺严重的。别管他了，回去接着喝。就你这酒量，还是得听店里。我怎么听刚刚厕所有打斗的声音？你不会自己去看吗？男厕所女人不方便进去吧？证人，过来，去把揍你的那个家伙给我找出来。四爷，就是他们俩。去，男的给我腿打残，脸刮花，把女的给我带走。你们谁呀？赶紧走，不然我们报警啊！哟，我看你是真不想活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赶紧报，不管今天谁来，老子先弄死你们。赵小宝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超人、蜘蛛侠，还是叶问呢？既然你今天不想活啊，那我就先把你收拾得了。兄弟们，给我收拾他！好嘞，四爷。哎呦我操！操你个贱人！我他妈弄死你！还他妈看什么？给我逃走的！乔四，在我帝尊酒吧闹事儿，不给我江家面子是不是？江总来了，哪能啊？我呀，就是教训教训这一帮不长眼的家伙。江总啊，您先忙，待会儿啊，我找您赔罪啊。江总，救命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救你妈呀！给我堵住他的嘴！江总，您先请，别污了您的眼睛啊。注意点形象，好嘞，别把事弄大了。您放心。江总，他可是陈子航。陈大师，果然是你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有人趁他喝醉，想要他的命，就是他。四爷，这乔四，人我带走，你没意见吧？江总，这人您认识？人我带走，今天的事儿我就当没发生。四爷，今天的消费我请了，如何？四爷，今天可不能放他们走了，我一定要让他们死！今天，你在教我做事啊？四爷，您以前打伤人，都是我爸那儿给治，以前都可以有记录啊，这传出去，四爷您也不好受吧？你敢威胁老子啊？你信不信我明天就砸了你的济食堂？我告诉你啊，那是他们自己过去治的，跟老子有毛关系。江总，人你可以带走，但是他今天必须留下，因为
我今天要跟他好好玩玩。江董，现在陈子昂有难，你留下全当帮他的忙，这不是你们墨家一贯的作风吗？我相信江董也不会跟我们城南帮作对的。我们走。带他走。你现在自身都难保了，你还管别人？他刚刚救了我。乔四，给我个面子，人我都带走，以后帝尊酒吧的股份我多给你1成。老子就不稀罕钱。我告诉你，他打我就得承担打我的后果。他打你1招，我让你3招，咱们扯平如何？这可是你说的。不行，乔四可是道上有名的泰拳高手，连续3年获得地下拳王称号。放心，他伤不了我，别忘了我的身份。都让开，免得误伤了你们啊！痛吧，小子啊！这一招老子可练了好几年了啊，戳破了多少沙袋！哼，还有一招要送给你。我动不了了，别让他们走！混蛋，你给我做了什么？四爷，你没事吧？四爷，陈子昂，赶紧把四爷给我们治好，不然我废了你！痛！陈子昂，肯定是你做的，我要告诉你！口出狂言，再加一针！四爷，1个小时后你就会好。要是见你的话，再给你一针。快放他们走，放他们走！陈大师，陈大师，陈大师，快把老子扶过去！四爷，今天多怪你陈子昂，我们报警吧。报警？报你妈呀！难道给警察说我被人扎了一针动不了了？你有没有脑子啊？老子今天成这样子，都是你害的！给我打！小雅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？见到陈子昂了吗？顶州的项目给谁了？给了墨家，我签了。我靠，姐，你太牛了！这许多大公司都没办法搞定的合同，你一出马就搞定了。哎，别乱动，这可是10个亿的合同，要是弄坏了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这一次我们墨家可要赚多少钱呀？最少得5个亿吧。哎，妈，你可得给我换辆劳斯莱斯开了。滚！我还得换车呢。小雅，今天的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跟你道个歉啊。电盛的项目，我们刘家想跟你们公平合作，咱们明天见面谈吧。刘少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。你知道我的脾气的，如果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宁愿亲手毁了，也不会便宜其他人。陈子昂，他死定了。真是个废物，不行就别逞强。他就那么好，让你离了婚都忘不了。我不能眼看着他被那么多人糟蹋，我做不出来，你也做不出来。呸！要不是你老娘早就走了。把这个拿着，贴在心口上。我说口诀，你开始练。这是你们花家的不传之秘，我不能要。花家就我这么一个后人，我又不能练武，你要不要我就给杀手去。这里面除了上古武术，还蕴含了一定的灵气，可以快速帮你激发身体潜力，通经活络，配合你的医术，应该能让你快速进入武学巅峰。这么好，你给我，有什么条件？老娘要你娶我，你敢吗？
怎么？怕我吃了你啊？你怎么睡在我床上呀？是你睡在我床上，以后这就是我的床，要不要一起啊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俩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不会还没睡过吧？我伤已经好了，先去上班了。那个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欢迎下次再来啊。小子，你命真大！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滚出临海，要不然老子亲手宰了你！谁给你的自信？姓陈的，你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，凭什么跟我抢莫安雅？老子今天非撞死你！这可是600万，你敢砸，老子让你赔死！有本事跟上，我会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。你是真有种，还真敢过来。程子，今天你可死定了。四爷，人来了。哦，又是你。上一次让你小子侥幸逃脱了啊，这次没了江海英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哟，四爷，这是啊。宰了这小子，给你500万。500万？哼！上一次江海英愿意用帝尊酒吧的1成股份换他，你给我500万，你是看不起他，还是看不起我？啊！四爷，咱之前可都说好了，最多给你600万。你们商量这么半天，商量好了吗？程子啊！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啊！四爷，墨家那个项目我可以拿出1成分成给你，只要你帮我弄死这小子。兄弟，给我上！启程小姐，真的不用过去帮忙吗？不用，看热闹就行。我们花家的武学可不是吃素的。花旗良辰，怪不得花家排第1位。可惜，没什么可惜的，老祖宗的东西嘛，谁学都一样。不过江总，虽然我们古武世家有些没落，但传承的技艺可是不容小觑。感谢您选择相信我们，相互合作嘛。陈大师一个人可以保我们江家所有人平安，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帮他了。不过，清晨小姐，你真的没有对陈大师动过心？江总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？废物，真他妈废物！乔四爷，这就是你养的手下？真他妈废，只会暗器伤人，敢不敢光明正大的打一场？事情凌弱，你也配跟我动手？四爷，只要陈子昂不死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你给我闭嘴！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。小子，我今天穿的可是金蚕甲，我看你的针怎么伤我。好呀，四爷，没想到你还藏了宝贝。只要你亲自出马，那他陈子昂必死无疑。找死！哼，小子，就这点本事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打断你身上每一根骨头，然后掏肝挖心，将你碎尸万段。陈大师大过乔似的，你看现在暗器也没了用处，叫人吧。不急，我倒要看看花家的武术，他学会了多少。时间刚好，该我了。试炼结束，该我动手了。这一脚伤你心脏，足心血，你生气，让你孤阴不生。断你四肢，碎你经脉，我看你如何作恶。区区金蚕甲而已，我现在破你丹田，让你下辈子成瘫痪废人，替那些你祸害的人报仇雪恨。
乔四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陈子昂，我操你大爷！刘少，求你替我报仇，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。刘少，是你自己过来，还是我亲自去请你？还他妈难成棒，一帮饭桶废物！程子昂，我是刘家大少爷，你杀不了我，永远也杀不了我！峰哥，救我呀！慌什么？我大伯平时怎么教你的？遇事不要慌，说吧，又闯什么祸了？我去找程子昂算账去了。又是他！这个陈子昂到底是什么大眼子，让你们刘家三番四次的惦记他？听说他跟江家关系不错啊，你不怕江家报复吗？我又没把他弄死啊！峰哥，这事你一定要帮我啊！你也太不争气了，大伯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将来他的股份怎么安心的交给你啊？你要得罪了江家，那我们刘家麻烦就大了。你不是刚当上那江南商会白副会长的女婿吗？白家可比江家强多了。你要是亲自出手，那他程子昂算个屁啊！你们恐怕没这个机会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给我出去！这里是刘家，容不得你放肆！是你，济世堂的医生。你的病好了。你们认识？你可不能不顾刘家安危啊！你怎么跟陈医生说话的？陈医生，还没来得及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你这样子，我做东，咱一起吃个饭。我表弟，是个孩子，你就放过他吧。我今天就要对付他，你要拦我吗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您这是不给我面子。他刚刚花了1个亿买我的命。你个王八蛋！刘家脸被丢尽了，你这事儿老子不管了！你他妈敢打我！我告诉你，你们二房永远都别想掌管刘家。程子昂，给我等着！我就不信我们刘家治不了你。你最好把刘家所有人都叫来，我刚好一网打尽。你能打算什么本事啊？啊！你不过是连墨家那种小家族都看不上的废物而已。我们刘家家大业大，迟早把你玩死。这就叫权势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要对付刘家，我们江家自然要打头阵。刘少，你可得接好了。江总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帮他？陈大师救了我们家老爷子的命，这个理由充不充分？从现在开始，江家取消一切和刘家的合作项目，我们江家所有的合作企业断绝与刘家的所有来往。离了江家，刘家算个屁！江总，您就不怕巨额损失吗？损失？陈大师一人足以抵上千亿，不怕告诉你，鼎盛集团的董事长就是陈大师。回去告诉你们家主，得罪了陈大师，下场就是死。江总，我真不知道陈大师就是江家贵人啊，所以才做了这么愚蠢的事儿。我知道错了，求求您放过我吧。现在才知道求饶，晚了，刘家必灭。峰哥，你不能坐视不管啊，峰哥。你有的货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我在刘集团股份没有多少呀。我爸就快死了，我把他所有股份都给你。他签了，今天的事儿我来摆平。你早都准备好啊！茂华和江海是我的企业，我不能给你。你给了我，我还能每年给点分红；要是不给，那让江家一起打击到破产好了。峰哥，大家都是亲兄弟，你这样做过分了吧？要不是你自己有这货，刘家何必如此呢？我就问你，签还是不签？你就那么肯定能对付得了江家？江家算个屁啊！记住了，我可是江南省商会副会长白启昌女婿刘峰。江家只不过是临海的一个小家族，比起白家差太远了。只要商会查封了鼎盛，我看陈子昂还能蹦跶几天。
这打不死江家吧？白家强势入驻刘家，再拉拢被鼎盛打压的其他企业，哼，江家离破产还远吗？高，峰哥，我算是服了。只要能让江家和陈子昂死，我签。他身边那个女人不错，到时候我要了，包括莫安雅。峰哥，你有大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江南省商会监察主任刘峰放出消息，3天后就要查封鼎盛集团。你唯一的靠山江家已经自身难保，帮不了你。我从来没有人能保护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死要面子？现在只有我能保你，你知道的。区江南省商会监察主任，我还不放在眼里，分分钟弄死他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件事我会自己处理。咱俩是合作伙伴，你怎么成天跟防贼一样防着我？毕竟我把我最宝贵的都给了你。你可别乱说呀，我会报答你的，但是我不想事事都靠女人出头，更不想再欠你的人情。你是怕我成为第二个莫安雅吗？他自己没有能力养你，但是我可以，你就从了我吧。我饿了，去买饭。哎，陈子昂，你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，我可不会错过你的。正好端端的得罪江南省商会干什么呀？完了完了，省会查下来，鼎盛肯定撑不了多久的。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呀？鼎盛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这项目款他不会收回去吧？那怎么可能？白纸黑字可是签了合同的，到莫家账户挣的钱，怎么可能退回去？想都别想！我觉得我们应该帮帮鼎盛。帮个屁呀！现在可不能再跟鼎盛合作了，鼎盛马上就要完蛋了。现在咱们最好离远点，如果不尽快跟鼎盛集团脱离关系，那就晚了。再等等吧。还等什么？鼎盛集团得罪的可是江南省商会呀！江南省商会控制了全省的商界，要弄死鼎盛就一句话而已。很多公司都取消了和鼎盛的合作，鼎盛已经走上绝路了。哎，刘少来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哎呀，刘少，好久不见了，风采依旧啊！小雅一直惦记着你呢。这会儿想起我来了，是不是知道江南商会要制裁你们莫家？是不是搞错了？为什么要制裁我们呀？鼎盛集团违规运作，他们最大的项目给了你们莫家，你说莫家有没有参与非法经营？不查你们查谁？刘哥，是鼎盛集团自己把项目给我们的，我姐可以证明啊。莫安雅，陈子昂这次必死，我看他还怎么护着你。这件事跟陈子昂有什么关系呀？鼎盛集团董事长就是陈子昂，他得罪了我堂哥刘峰，他可是江南商会副会长的女婿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我去，陈子昂竟然是鼎盛的董事长，早知道你就干什么呀？我早说我不要跟陈子昂走太近，他和小雅已经离婚了，后面莫家没关系啊。你说没有就没有啊？刘少，你一定要帮帮我们，给你堂哥做证明啊，不然莫家就完了。可以啊，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让莫安雅嫁给我。我没兴趣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到底有什么地方比不上陈子昂那个废物？你没资格跟他比。陈子昂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他就是个废物而已。你竟然说我没资格跟他比？行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的，我会让你自己来求我。莫安雅，你是不是要死了？刘琦今非昔比啊，只有跟他搞好关系，莫家才能度过这次危机。你死了别拖累我，也别拖累你弟弟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得罪了刘琦，莫家还怎么在临海待下去呀？你就不待了。我以后说什么再也不会抛弃陈子昂的。你再说一遍。陈子昂3番5次帮助我们，你们接二连三过河拆桥。你们当我是什么？我也是个人呐，不是你们常规的垫脚石。我以后不会再听你们的了。你给我滚！陈子昂要破产了，这
我姐分给他那栋别墅，是不是也要赔进去了？对呀，那是我们墨家的财产，凭什么给他？不行，我得去要回来。陈长，陈长，快点开门！陈长，你给我开门，快点开门啊！要死啊！把门拍坏了，你们赔？这我家的门，我乐意呀。你谁呀？把陈长给我找出来！你个不要脸的！嘘！陈长，刚夸你有点出息，转头你就弄黄了鼎盛。你长本事啊，在外面成立了企业，不交给我们墨家，还用小雅的房子抵债。我妈说的一点错都没有。哼，你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啊？我们家给你的东西已经够多了，这栋别墅你不配拿。搞什么呀？原来是来要别墅的，这么不要脸的事儿，你们是怎么张开嘴的？插什么嘴啊？这是我们墨家的事儿，难不成你也想分我们墨家的财产？哼，做梦！这栋别墅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，那就是陈子昂。你们赶紧走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好啊你啊，联合这个女人欺骗我姐的感情，诈骗我们墨家的财产。你真以为在我们墨家吃了5年软饭，你就是我们墨家的人了？我干什么和你们没有关系，以后别把我和墨家扯上关系，恶心，听懂了吗？陈长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儿子，你胆子大了，你就不想活了你放开，你放开呀！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，以前我事事忍让的他，现在反倒在我头上拉屎撒尿，今天我就替你教训教训他。你松手啊！你松手啊！我儿子，你快放开我儿子！别以为我不敢打你，再来我还手了。你打呀！你打呀！你要是敢打我，我就敢躺在你们鼎盛门口，我让你人人喊打！你个贱女人，你敢打我！你个臭婊子！我跟你拼了！贱人，婊子！你敢打我，我要告你！我要让你倾家荡产赔我！你告我？你敢啊？凭他和江家的关系，你们要再不走，信不信明天让你们墨家破产呢？你敢？我敢吗？还不走是不是？来，要不要外面打锁？你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早说过了，对付这样的人就要以牙还牙。陈董，赶紧来鼎盛，咱们遇到大麻烦了。陈董，现在鼎盛面临2个问题，一是公司超过2/3的高管大面积离职，集团已经正常无法运营下去了。他们想走就让他们走好了，无所谓。对了，如果鼎盛关门3天，损失会有多大？会让仅存的合作伙伴对我们失去信心，会让市场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封存，鼎盛会直接宣布破产。有什么办法能保住鼎盛？只要我被查封，就能保住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行。你是知道我会帮你，所以才这么有恃无恐的吧？自作多情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师傅，有一个非常棘手的病人送了过来，病情很古怪，听说病人的来头很大，如果治不好，医馆就完了。您快来看看吧。我这就去。喂，你自己都火烧眉毛了，还要给人去治病？我是个医生。现在情况如何？病人的情况很不稳定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家属要看中医，所以副院长把正在休假的钱医生喊了过来，正在治疗。带我去看看。你不要去，你知道病人是谁吗？病人就是江安会长端木正的女儿端木佳柔。他们说了，治好了有重伤，治不好，让我们医馆的所有人都会陪葬。我也是刚知道，就不该让你来，你回吧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咱们是医生，以治病救人为天职。那个秦医生水平如何？是咱们医馆里边医术最高的几个人，擅长针法，特别是天灵针法。比我的梅花幻天针厉害多了，那我们还担心什么？走，去看看。是你，陈子昂？你现在都是临海的过街老鼠了，还敢来济世堂？
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啊！你他妈找死！我跟你拼了！吵什么？再吵都给我滚！你知不知道，患者刚被我调理好休养，你要是耽误了一会儿的针灸治疗，我看你怎么跟端木家族交代。对不起，秦医生，都是个陈子昂，他说他会什么梅花换天针，说只有他能救佳木小姐。刚看您不在，非要冲进来，幸亏是我拦住了。梅花换天针，没错。梅花换天针至少有30年的功力才能练成，就你这毛头小子，你也配？滚蛋！秦医生，陈医生他真的会，我亲眼见到过。你见到个屁！不要以为你现在是个主任你就无法无天了。梅花换天针可是失传医学，从没有人见过。你怎么就知道他会？还是说你们两个串通一气来骗医馆？秦医生分析的太对了，陈子昂就是个骗子，您可千万别听他的。你们不相信我的医术，我也懒得解释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里边这个病人，我不治，他必死无疑。这人昏死过去了，面色苍白，快赶紧看看吧。让你们滚，听到没有？赵欢，你都被开除吧。师傅，这就是天灵针法。我看这病人并没有什么好转呀。手法看起来确实很像，但是天灵针法讲究内力，以气度人。如果针法是真的，这位姑娘至少可以转血。又或者说，这位秦神医根本不想把这位姑娘救下。你别血口喷人啊！假如小姐治不好，你们都得遭殃。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当医生，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。我想你应该见识一下我的医术。上次那个病人是江南商会副会长的女婿刘峰，他都跟我说了，要不是他体质好，早都被你扎死。你就是医生中的败类！都给我闭嘴！再耽误我治疗病人，把你们全弄死！住手！陈子昂，你今天要再敢打扰秦神医，我拼了命把你弄出去！我就是为了秦神医好。这一针如果扎下去，病人立刻就会没命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天灵针法以全身8会穴为主要穴位，百会穴可不在天灵针法范围。秦神医，您别听他胡说，江小姐就快不行了，你快扎呀！就你个毛头小子也敢在我面前摆弄，差点信了你的鬼话。病人没呼吸了，死了。真的死了？秦神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端木小姐的病情太严重了，天灵针法也救不了她的命。这不是真的，秦神医，你快救救她呀！我已经尽力了，相信端木组长会体谅医馆的。体谅你妈！秦放，你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，我们一家医馆可怎么活？你还得给老子治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你试试看，看咱们两个谁先死。你要是听我的，病人根本就不会死。你最后那一针是最致命的一针。你放屁！我精通针法，轮不到你一个毛头小子对我指手画脚。陈子昂，你一定能救病人是不是？你快救救他呀！再晚可就来不及了。我爸还有院长已经被端木家抓起来了，要是佳瑶小姐死了，我们肯定得遭殃。求求你救救他，陈子昂，我给你跪下了。我说死了就是死了。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吧。慢着，我看你的手法也不像假的。如果你不想让端木家族认为你是故意致死病人的话，就配合我把他给治好。什么？你故意的？谁说的？你怎么证明？一会儿要是我自己把他救活了，你可就没有机会了。来，我就在这等着。你要是救不活，那病人就是你害死。金针。果然是吉天玄黄针，孔方没有骗我，我就说会梅花换天针的人没一个简单的。去找人参，年份越老越好。好，我这就去。
他妈想跑，给我站住！这简直是起死回生啊！这世界上哪有我师傅这样的本事呀？行了，感谢神医救命之恩，必当重谢。我爸呢？你爸被秦医生挡在外边了，说是别耽误他治疗啊。对，秦医生了。什么狗屁秦医生？秦医生就是个骗子，庸医。他刚想跑，被我拦住，他竟然打我！哎呦，端木小姐，为了你我可受苦了，你可不能忘了我们林家。都给我出去！病人需要休息。走。刚刚陈神医和秦放的对话我都听到了，我们端木家是不会放过他的，请您放心。秦放最后一针伤了你的元气，以后每个月来找我针灸一次，半年放个痊愈。先好好休息吧。针法也太消耗元神了，看来以后不能随便用。你终于醒了，你怎么也被绑这儿了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刚治完病，内力空虚就找了到，难道是杀手？你就是陈家那个杂种是吧？哈，5年前你在临海出了一手，从此就销声匿迹了。老子一等你就是5年，这笔账该算算了。你就是长生会的幕后老大，没想到这么有耐心。孔方跟我说了，我还不信，让端木家那小子试一下，果然就是你。还有你，花家的小姐，怎么不跑了？跑啊！你们家那个玉佩，老子不要了！你个老王八蛋，有本事放开老娘，看我不弄死你！小子，识相的把你们陈家的医学交给我，我学会了还能放你们走，要不然你拖1天，我就割你女人1斤肉，我看她能挺多久。她不是我女人。哦，是吗？那我现在就杀了她，免得麻烦再坏了我的大事儿。她是我女人，你要是敢动她1根头发，我让你后悔！你终于承认了，好啊，我放她一马。陈子昂，你终于承认了，吓死老娘了！你说我是你女人了啊，我记住了，你可不许反悔。陈家上古医学口诀是什么？心法是什么？又如何修炼？我教你可以，不过在这之前，你必须先给我磕3个响头。小子，你现在在我手上，竟然还敢羞辱我！你想跟我学本事，就必须要先拜师，这是规矩，难道你不懂啊？小子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我现在是在求你吗？我是在命令你！少他妈跟我说这些废话！我数3个数，再不说我就要开始割肉了。老瘪三儿，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有种你俩单挑啊！多嘴！老子耐心有限，少他妈跟我废话！要不然我让你们尝尝受难的滋味。你来啊！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这是我自己做的断肠散，服用之后1个月内脏会慢慢溃烂，剧疼无比，直到疼死。小姑娘，你要不要试一试啊？你要是敢动她一下，我让你死无全尸！说到做到。想不到你们感情这么好，真是让人羡慕呀！你个王八蛋，有本事冲我来！放心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你们4大家族我杀光了，也没见一个人活过100岁啊！长生就他妈的鬼话，索性我把你们都杀了，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你怎么会花言姑说？他怎么舍得将你？陈嫂，我快死了。和你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日子，你娶我吧，好不好？
不会让你死的。狗东西，把解药拿出来！想都别想，我自己都没有解药。不信你连自己都不救！我早都不想活了，杀人太多，遭天谴了，浑身上下20多种绝症，我死就相当于解脱了，还得谢谢你啊，陈子昂！王八蛋！我已经快死了，我感觉得到。给我闭嘴！我用的可是极天玄黄针，天底下最顶级的医法，不可能没用的。你能为我这么做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秦风最后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告诉我，华家是古5，陈家是古1，齐梁两家是什么？齐家是炼丹，梁家是道术，不过已经失传的很厉害了。那靠不上了。你的体质不错，只是不适合练华家的功法。如果你逆练功法，加上我的医术为你护住心脉，通过倒转经脉将毒倒转逼出体外，或许可以解毒。可是我没有内力。我渡给你，不过这样对经脉损伤巨大，以后你可能都习不了我，彻底成为一个废人了。那你会保护我吗？我会。那开始吧。需要脱了衣服，降真气排毒，能提高效率。流氓，你帮我脱。早点回来，我做饭给你吃。陈董，赶紧来吧，刘峰他们都找上门了，说今天要封了鼎盛。刘少，陈子昂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将他赶尽杀绝？这是我跟鼎盛集团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替老先生出头啊？刘琦，你真是不要脸！明明都是你在找他的麻烦。那又怎么样啊？我早跟你说过了，做我的女人，我饶了墨家，否则我连你们一起查。你敢，我要告你！哟，这你看中女的，长得不赖嘛，拉出去给我兄弟玩一玩，你不介意吗？当然不介意了，这女人我已经不想要了，随便玩。好，给我拉走。江少，传闻果然是真的呀！你果然当了陈子昂的一条狗，替他卖命。刘峰，你别太嚣张。我嚣张，你能把我怎么着了？江源宇，我今天只想收拾陈子昂，你别急嘛，等我把他收拾了，你们江家就来了。你要不是当了江南商会副会长的女婿，你狗屁都不是。我能当白家女婿，算我有本事呀！你有吗？你连当狗屁的资格都没有。今天我他妈先弄死你！堂堂江少也不过如此嘛！哎，你不知道我老丈人是开武馆的吗？老子不学两招，能在白家混？江家饶了你！小子，你家在临海也许有点权势，但是你到了江南，你屁都不是！我用小拇指都有弄死你！哪来的野狗，敢在鼎盛集团闹事？你他妈到现在还这么嚣张，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是吗？这个话应该我说才对。你一个刘家弃子，还敢出来乱咬人，就不怕被人打死？还有你，老丈人不过就是个破商会的副会长，还敢如此嚣张？真以为自己无敌了？狗仗人势！你有种！等到江家和鼎盛倒闭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狂！你信不信？我现在立马
把鼎盛给查封了。什么时候商户也有行政权了？商会是没有，可没有监督自治权。鼎盛集团涉嫌偷税、漏税、商品造假、过度宣传、欺骗消费者众多行为。我们决定立刻封存鼎盛所有资料。把记者都给我找过来，往死里报告他们！我要让你们被千人指、被万人骂，就无翻身之日。小子，资本、市场、媒体、人脉全都在我手里，你怎么跟我斗？今天你必死无疑！动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加油，小姐，你也来了。听说你前几天病了，没有去看你，见谅，见谅。你来临海检查鼎盛集团，为什么没有给我汇报备案？白副会长都知道了呀，就区区一个鼎盛，我一个人就搞定了，还派你来，真的是太看得起他们了。刘峰，你也太不把我这个领导放在眼里了。大家都是商会的，和气生财嘛。下一任选举马上就到期了，那么白副会长马上都会更进一步，到时候我们何必在这块争呢？就是，封了鼎盛，大不了多给你们一些好处。你又是谁？刘峰是我哥，白会长将来是我亲大伯，你说我是谁？一个即将退役的会长女儿。我劝你别太嚣张，乖乖配合我哥工作。刘峰，这就是你们刘家的人，出门没有带脑子。不管我爸会不会连任，下次选举也在3个月之后。现在你们白家就想上位，太早了吧？大师，我来晚了。谢谢你了，不过你不应该来，省得为你们家树敌。你们认识？陈大师他救了我的命。鼎盛集团自成立以来，从未违法犯罪。刘峰，你滥用商会职权，给商会名誉造成重大损失。我现在通知你，你被免职了。端木加油，你不要太嚣张，你要敢动我，你看我怎么向白副会长交代。你滥用职权，作为你的领导，我有权抓你，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。用权力压我，好，我现在就要你好看。爸。鼎盛权我查不了了呀，那么就他打我，那替我报仇呀！敢动我白家的人，小房随便打，出了事我负责，包括端木加油。端木加油，你现在还要拦我吗？我相信端木会长也不会因为区区一个鼎盛与我白家交恶。如果端木加油解决不了，你解决了，这儿还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死鸭子一般都嘴硬。你找的靠山啊，跟你一样，都是垃圾。你说话给我注意点。注意？你没有听见我老丈人说话吗？端木会长，如果身体不行，就退休吧。你没有你爸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赶紧走，不然我来一块收拾。拿开你的脏手！现在给我套近乎，晚了。我是想告诉你，就算我没有靠山，一样可以收拾你们。我怎么动不了了？程子昂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3番5次无缘无故找我麻烦，自然要给你点教训。峰哥，救我！快放人，不然你还能放过我吗？你他妈不想活了是吧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他妈去死吧！这一针扎你的自以为是，扎你妈，弄死你！这一针扎你的骄横跋扈。陈嫂，你别过来，你不要说，起来，起开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白家不会放过你的！对付你这样的恶人，自然不需要留情。以后学聪明点，得罪谁也不要得罪医生，尤其是中医。我连死人都能救活，还需要帮手。掌握了技术，你有的那些算什么？陈大师，我爸找你。
大师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做，我端木家族永远都是你的后盾。只要您能治好我和我儿，我愿意永远跟随您。听到没有？3个月之后的选举，就是你们白家撤出商会的日子。听到没有？3个月之后的选举，就是你们白家撤出商会的日子。敢得罪陈大师，这就是下场。陈大师，都是刘峰的主意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再也不敢跟您作对了，陈大师。刘琦，我弄不死陈子昂，我弄不死你，以后小心点。叫你他妈嚣张，叫你拿刘家股份，死到临头了还夸，我他妈继承大师打死你！回去跟你们白家家主带个话，过2天我会亲自去找他。刘琦，老子活不了，你也活不了，老子弄死你！去你妈的！谢谢你们端木家的支持，让你爸放心，他的病还有你的病，我会全力治好。太感谢陈大师了。子昂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陈董，几乎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和鼎盛解约了，现在只有莫氏集团的莫安雅小姐坚决站在我们这边。您看，谢谢莫小姐的支持，不过就在这说吧。没想到你这么有本事，以前是我不懂你。你确实不懂我，不过那都过去了，没必要再提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？这次也是你妈来让你为我站台的吧？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眼光？说吧，这是想开什么价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不只是你，而是你们整个墨家。过去5年，你们不一直是这样吗？我曾经天真的以为，只要我满足了你们所有要求，你就会爱我。可到头来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今天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我决定离开墨家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我爱你，子昂，你还能接受我吗？你没有必要这么做。我必须要这么做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全心全意的去爱你。我错了，我愿意用一切时间去弥补你，原谅我好吗？这是你第一次这样对我说。我真的不能离开你，离开你的每一天都是煎熬。我们复婚吧。恭喜你们渡过难关，还要祝福你们白头偕老。倾城，走，我们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。莫安雅，从此我们各自安好，互不打扰。谁让你出门的？你的病还没好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管我干什么？你去找你的旧情人啊！我以后都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好啊，你在这儿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叫车把你送回家。陈子昂，你个王八蛋！你不是人，你就是渣男！你为什么就不能喜欢我呀？因为之前的我不敢喜欢你。陈子昂，你怎么去那么快？你还穿的这么帅，我没刷牙、没洗脸、没换衣服，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出丑啊？从你第一次出现，不管你多么骄横跋扈、无理取闹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。不管你穿成什么样子，长成什么样子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最美的。我有你说的那么差吗？华清城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陪你一起到老，
生生世世爱你，绝不反悔。我不愿意。等我换好了衣服，你重新再追我一回。